Hello，大家好，我是擎天柱，欢迎来到这个离不开宇宙万物的频道。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弱肉强食这个概念，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都是这样。动物族群中最强壮的才会拥有交配权，在海洋、森林或是大草原，往往是凶猛的肉食动物说了算，温热的草食动物甚至植物基本没有话语权。人类社会中有能力的人会占据更多的资源。在宇宙的所有天体也是遵循着这个规则，一个天体遇到一个比它更强大的天体也没啥好下场，轻则被禁锢，逃不出它的魔爪，重则被当场撕碎或吞没，连尸骨都没剩下。你认为在宇宙中什么才是强大的资本呢？是不是和动物一样，体型越大或者体重越重就会越强大呢？答案等一下就会揭晓。除了宇宙奥妙之外，这个频道还会分享但凡不限于外星生命、微观世界、航天科技等等一切和宇宙相关的题材。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资讯，请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和你们一起了解它所有的一切。先说说什么是天体。天体就是指所有自然形成并存在于宇宙空间的物体。今天说的都是紧密结合的单一整体的天体，像之前提到的星云、星系、星系团这些，我认为称它为系统更合适，所以今天就不说它们了。我会从低到高给出它们对应的段位。正片开始前，这里有4种不同的天体，给大家3秒钟时间想一想这4种天体从弱到强的排名。时间到，想必你已经有了答案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你选的答案对不对咯。首先是铁牌天体，包括小行星和彗星，它们是最低级的天体，包括从手掌大小的石块到小行星带就第2大的天体灶神星，当然也包括由冰粒和尘埃组成的彗星。它们不但连最基本的球体形状都没有，而且还非常容易受影响，没有固定的轨道，更不要说清除轨道附近的小天体了。它们自己本身就是小天体，还怎么清除别人呢？如果它们和行星或卫星相撞，绝大多数情况下行星会毫发无损，但是自己却会立刻灰飞烟灭，有时候还没到行星就会被他们的卫星给挡下来了。更有甚者，只是刚好经过行星附近就会被行星当场撕碎。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4年7月17日苏梅克里列为9号卫星和木星相撞事件，然后是青铜段位，包括矮行星和卫星。根据国际天文联合会对矮行星的定义，矮行星必须足够大到把自己拉成球体的形状，而且还要围绕所在恒星系的母恒星运行。这种天体和刚刚的比起来，它们能够克服刚体力，也就是达到流体静力平衡状态，就是把它们自己拉成球体的形状，不过还是不能掌控轨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冥王星，它的轨道受海王星的影响非常巨大，有一段时间甚至因为海王星的缘故，它比海王星还要接近太阳。至于卫星的分类就很特殊了，虽然它们作为围绕行星的天体，但是它们个体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大了。随便捕获的直径1英里的小行星可以是卫星，像木卫3、加莱卫德这种比水星还要大不小的也是卫星，那为何还要把它放在青铜段位呢？除了看它们的平均值外，还因为它们是在围绕行星公转而不是恒星，运动范围小，平时还要替行星挡掉外来入侵者。看看我们的月球背面被撞成啥样，你就明白了。如果哪天一个不留神掉进行星的洛希极限范围，还会被撕成碎片，变成那行星的圆环。不相信的可以去看看土星。据推测，土星美丽的光环就是因为有一颗卫星掉进了它的洛希极限范围，被撕成碎片得来的。再来就是白银段位的行星，它们拥有清除轨道区域小天体的能力，不过自身普遍不会发光发热，能吸收和反射来自恒星的光和热。前面说了，不单单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群体内也能分出个高低等级，像是气态巨行星，因为体积和质量比岩质行星要高得多，所以也就高等一些。
例如在很多系外恒星系很常见的热木星，它们从遥远且寒冷的空间转移到一个比太阳到水星还要近得多的距离时，就好像一只发飙的银背大猩猩忽然闯进猴子的领地捣乱一样，目中无人。内围的研制行星的下场，要么就是被它当场撞碎，要么就是被抛离恒星系，成为进入星际虚空的流浪行星，就好像它那样。当然不是啦，这个比他们好多了，这个才是他们真实样子。不能自己发光，在宇宙中就注定没什么存在感，连存在感也没有，就只能在下层徘徊。接下来的2位就属于中层天体。评定一种天体强弱，指的是它能否在和其他天体相遇的情况下活下来，而评定一种天体强弱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质量。质量影响了它们的重力场大小和能量输出强度，重力越大，它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从刚刚行星支配卫星、小行星就可以看出，质量是关键，其他的因素在它面前就得靠边站。中层和下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层天体能够自己产生稳定且长期的能量，而下层就不能。再来就是黄金段位的棕矮星，这是一种介乎于行星和恒星的天体。由于更大的质量带出的更强大重力，使它们能够吸引更多的物质，而增加它们的质量和大小，也使得它们能够自己产生光和热，这也是行星无法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棕矮星的结构更加稳定，虽然它们能自己产生光和热，但由于仅限于氚的融合，释放的能量和表面温度跟恒星肯定是没法比的。氚的供应非常小，燃料用尽后就会慢慢的冷却，然后就会熄灭，所以它们的寿命也是非常短暂的。接下来就是白金段位的恒星。恒星是宇宙中最灿烂的明星，是漫长岁月中的闪耀之物。由于质量最少也有75倍木星质量，意味着它们的核心可以通过核聚变产生更高的温度和压力，从而可以释放更多的能量和光辐射。夜空中恒星到处都是，可你却不能在没有专业的红外望远镜下看到棕矮星。同样的，一个恒星系中，5恒星就占了它绝大部分的质量，就像太阳在太阳系中也占了它99.86%的质量。强大的质量带来的引力，让它们能够如同刚刚行星支配卫星、小行星那样支配行星和恒星系中的其他物体。刚刚提到的热木星霸道吧，一言不合就把内围的行星全部赶走，一副没人能治它的样子。但它在它的母恒星面前也是一点点脾气都没有。怎么说呢？如果有一天母恒星的同伴从遥远的星际空间回来母恒星附近的时候，如果经过那些热木星的轨道，它们自己也会被甩出恒星系，下场跟内围的研制行星一样，自己也得成为流浪行星。如果没有的话，在它们靠近恒星的路上，恒星发出的恒星风就已经有机会直接吹走那些热木星的大气层了，只给它们留下一颗岩质核心。如果它们靠得更近，就有可能被母恒星吸走它们的气体，慢慢一点一点的被蚕食。再近一点，就会被母恒星直接撕碎，或者被它吞没，灰飞烟灭。看到了吗？行星跟恒星作对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假如你是个内围的研制行星，乖乖的留在自己的轨道，那是不是代表就会相安无事呢？那就要看你遇到的是谁了。如果是太阳这种比较温和的，那就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是脾气暴躁的红矮星，它但凡来一次物质抛射或者耀斑爆发，你大气层就要和你说拜拜了。如果你遇到的是沃尔夫拉叶星，只要它对着你来一次物质抛射或者一次闪焰，恭喜你，喜提极乐世界门票一张，因为你很可能已经被它直接蒸发了。我们可能会常常以为活生生的东西就是强大的，但有些时候死掉的东西要比活着的更强大。这就要说到上层天体了。这个时候，天体的另外一个指标就开始变得重要。老规矩，先给大家3秒钟时间，猜猜到底是什么？时间到，答案就是密度。
上层天体和中层天体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有着变态的密度，而中层没有。致密的特性使它们的结构坚不可摧，让它们在宇宙中几乎是横着走的存在。还有一点，上层和中下两层还有的区别就在于后两者的天体段位之间的差别可能没那么明显。例如，刚好75倍木星质量的红矮星遇上74.9倍木星质量的中矮星的时候，可能会势均力敌。白金段最弱的那个碰到黄金段最强的那个，可能胜负难分。但在上层，只要你比别人低一个段位，即使你在你的段位是最强的那个，而他又是他段位中最弱的那个，碰上他，你也只有被他按在地上摩擦的份儿，所以他们对决也会更加的猛烈。在恒星之上的就是钻石段位的白矮星。和刚刚提到的恒星相比，它们的质量可能会小得多，顶多就钱德拉塞卡极限的1.44倍太阳质量，远比不上大部分的恒星。某些恒星的质量能够达到太阳的100倍，那是不是代表白矮星会干不过恒星呢？恰恰相反，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地球高出100万倍，1立方厘米的白矮星最少也有5吨重。双方如此巨大的密度差相遇的结果就是惊人的。白矮星对下层天体的统治力就不必多说了。上期节目我提到过，如果一个双星系统中有一个变成白矮星，那就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如果它们距离足够近，白矮星会开始吸积它伴星的物质。虽然它的质量可能比不上它的伴星，但是由于结构强大的多，它还是能够一边围绕伴星旋转，一边啃食它的物质。吸入更多的物质会让白矮星越来越不稳定，它正在那条变成一只怪物的路上，变成一个 EA 型超新星。当它吸入更多的物质，质量就会升高。只要它的质量超过1.44倍太阳质量，也就是钱德拉塞卡极限，它就会进入核超载状态。到时候点字简明压力就无法阻止它向内坍缩。碳和氧会在几秒钟时间内融合成铁元素，然后白矮星会以 EA 型超新星的方式爆炸。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白矮星的和恒星之间的差距。恒星一旦碰上白矮星，它的物质也只有被吸走的份儿。再往上就是宗师级别的中子星，它和刚刚提到的白矮星同属于致密星，不过它的密度就要比白矮星强大的多了。1立方厘米的中子星最少也有1吨重。它自身的引力强大到只有中子简并压才能阻止核心继续向内坍缩。由于极其强大的重力，电子也会被压进原子核中，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那温度更是能达到惊人的1000万度，这也不是其他天体所能达到的。据推测，它的核心就是传说中的奇异物质。如果说白矮星的碳结晶核心还属于正常物质的话，那中子星核心的物质就有点解释不通了。至于白矮星碰到中子星就很憋屈了。对于白矮星，它就相当于一只被老鼠打败的大象一样。最后就是那个连光也无法逃脱、身处王者级别的黑洞。当一个中子星质量大于 3.2 倍太阳质量，也就是奥本海默极限的时候，连中子简并压也无法阻止它向内坍缩，到时候就没有东西能阻止它了。它会坍缩到一个理论上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的一个点，也就是起点。黑洞的强大之处不单单是它能够靠着极其强大的重力场撕碎宇宙的一切天体，不只是因为它能吞噬到一切，更重要的是它能打破物理定律。在黑洞的内部，现在已知一切的物理定律都会失效，我们对它的中心一无所知，这也是科学家称它为起点的原因。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除此之外，黑洞的强大还包括不像其他天体有明显的质量上限，对宇宙有着独大的影响力等等。拥有这些其他天体没有的特性和影响力，让它成为毫无争议的宇宙王者。再额外说几句，从这里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更强大的天体除了有更大的影响力外，它们自身也会更加的神秘。黑洞已经是宇宙中的王者了，但是宇宙中还有一种天体，连黑洞见到它都要避开它，它属于至高无上的神级天体。这种天体在具备黑洞的所有特性外，能量等级同样高的吓人。
它在天体的各项指标，包括质量、密度、能量强度、引力强度等等方面，可以完全吊打其他所有的天体。由于这种天体十分特殊，我下次会再详细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级天体，连黑洞见了也会胆寒呢？猜到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好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意见对我不断改进频道至关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得到对你有用的东西，而且还要记住，永远不要停止前进和求学的步伐哦。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有关宇宙一切的资讯，别忘了点赞、订阅，再打开小铃铛，然后把影片分享出去哦。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